周五那一根反弹的阳线，到底是跌势见底的信号，还是下跌半路上的一次技术性诱多？你看，黄金上周四刚刚跌破4000，收在3992.1，周五又一口气收回到4018.8，可周末一过，今天亚盘又悄悄滑回4000下方。这一波是主力真的想反转，还是只是让你上当的假动作？今天我们就一步步把它讲清楚。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我们一起回顾上周五这最后一个完整交易日的收盘，也顺便看看周末休市之后，今天早盘重新开盘的这个跳空缺口。老规矩，郑重提醒一句，我说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复盘，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者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要自己独立判断。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上周五黄金收在4018.8，小涨0.67个百分点，白银收在56.33，微涨0.25个百分点。两个金属都是红盘，但都是在大跌之后的弱反弹。第二，真正压着金银的那只手，是油价飙升重新点燃了通胀担忧，让市场把降息往后推，把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往上顶。第三，接下来最该盯的就是4000这道关口守不守得住。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说整体的盘面情绪，上周对黄金多头来说是相当难受的一周，金价连着第2周收跌，从前一个周五的4100多，一路磨到这个周五的4000出头，中间周四那天更是直接跌穿了4000整数关，盘中一度探到3960附近，周五能翻红，收回4000上方，与其说是多头反攻，不如说是空头暂时歇口气。超跌之后的一次技术性回抽，白银就更惨了，上周直接创下年内新低，盘中最低摸到55整数，市场上已经有人在喊看向54，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分化，黄金是且战且退，白银是节节败退，这背后的门道我们后面会专门讲。站在更高的角度看这一周，其实是一个很清晰的利率主导、避险缺席的组合。当市场的定价权交到通胀和利率手里，而不是恐慌和避险手里，黄金这种不生息的资产天生就处在下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着金价从高位回落，第一反应是抄底的机会来了，却忽略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驱动这轮下跌的宏观力量到底松没松？如果没松，便宜就还可能更便宜。整个这一期节目其实就是围绕这一个核心问题在展开，所以我们才要一层一层把驱动、把技术、把美联储都掰开揉碎讲给你听。这里插一句昨天的自我复盘，上周日的节目里，我把4000这个整数关明确点成了周初的头号看点，还说过守住3950才不至于加速下探。现在回头看，周五确实把价格收回了4000上方，这一点算是应验了。但今天早盘一开盘，期货跳空又跌回4000下方，说明4000这场拉锯一点都没结束，反而正如我上周说的那样，还得反复的打。我不会因为周五收红就急着喊反转，这一点我得跟你说实在话。好，我们把镜头拉近，仔细看黄金这一天。周五黄金开在3980附近，最低下到3963，最高冲到4029，最后收在4018.8，全天的波动区间其实不算小。从盘面结构看，买盘是在跌破4000，逼近3960这个位置才开始认真进场的，说明短线抄底的资金是把4000下方当成了便宜货。但你要特别注意一个更大的背景，现在的金价依然稳稳地压在50日均线4255和200日均线4596的下方。这是什么意思？打个比方，
均线就像是价格的成本线和趋势线，价格在两条长期均线下方，等于是跌破了中期和长期的水平线，多头是在水下游泳。所以周五这根阳线，你既可以看成跌不动了的止跌信号，也可以看成下跌中继里的一次喘息，两种解读都成立，区别只在于接下来价格能不能放量站上4070。我把这两种读法再说透一点，因为这决定了你今天该怎么看盘。看多的人会说，你看，价格跌到3960附近就有买盘接手，说明4000下方有真实的承接力，超跌反弹随时可能展开，这是抄底的机会。看空的人则会反驳，一天的反弹算不上什么，价格连续第2周收跌，又压在所有长期均线之下，周五那点涨幅不过是空头获利了结带来的技术性回补，缺口一开，卖压随时回来。这两种声音，谁对谁错，靠嘴是吵不出结论的，唯一的裁判就是价格，向上放量收复4070，多头赢；向下有效跌破3990，空头赢。在裁判吹哨之前，任何一边的笃定都只是一厢情愿。再来看看白银，这位高波动的表弟，为什么我总叫他表弟？因为白银既有金融避险属性，又有一半是工业金属的身份，弹性天生比黄金大，涨的时候涨得凶，跌的时候也摔得狠。上周五白银收在 56.33， 只微涨了 0.25个百分点，几乎是贴着黄金在走，自己并没有走出独立行情。但把时间拉长到一整周，你就看出问题了。黄金一周跌了 2% 点多，白银却跌了 6% 还多，金银比价一路飙到71以上。这个比值走高，说明在这轮下跌里，资金是先砍波动大的白银，后砍黄金，是一种明显的避险情绪主导，而不是风险偏好回暖的信号。今天白银基本还是跟着黄金的节奏在动，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所以我们不用在它身上花太多时间，把精力留给真正的主角，驱动这轮下跌的那只手就是油价。上周金银之所以被摁在地上，最核心的导火索是国际油价的这一轮飙升。你可能会问，油价涨跟黄金跌有什么关系？这里的传导链条，我一步一步拆给你听。第一步，油价上涨，直接推高了能源和运输成本，市场对通胀重新升温的担忧就起来了。第二步，通胀预期一抬头，市场就开始担心美联储没法像原先预期的那样痛快降息，甚至有机构开始讨论年底还有没有再加息的风险，于是降息的时间表被往后推。第三步，利率预期一转鹰，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就应声走强。上周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冲到 4.6% 以上，周五仍高居 4.55%。第四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黄金是不升息的资产，你拿着它没有利息，而美元和美债是升息的。当持有美元、美债的回报变高，拿着不升息的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上升，资金自然就从黄金流向了美元和债券。这一整条链就是上周金银下跌真正的底层逻辑。我再用一个生活里的比方，帮你把这层机制彻底记住。你可以把黄金想象成一套没有租金收入的房子，把美元和美债想象成一套能收租的房子。平时利率低，租金少的时候，大家不介意持有那套不收租但保值抗通胀的黄金房。可一旦利率升高，能收租的房子，租金变得很诱人，你还愿意抱着那套1分钱不进的黄金房吗？大多数资金就会用脚投票，搬到收租的那一边去。上周就是这么个过程，油价把通胀预期顶起来，通胀又把利率和美元顶起来，收租房的吸引力变强，黄金这套不收租的房子自然被冷落。反过来说，只要油价见顶回落，这条链就会松开，金银的压力也会跟着缓解。所以油价这个变量，接下来我们得死死盯住。再说避险情绪这条线，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油价和能源紧张，并没有给黄金带来多少传统意义上的避险买盘。为什么？
因为当前市场的定价主线是通胀和利率，而不是战争或恐慌。也就是说，能源涨价这件事对黄金的利空那一面推高利率，压过了它利多那一面避险和抗通胀。没有明显的地缘冲突升级去点燃避险需求，黄金就少了一条重要的支撑腿，只能独自扛着强美元和高利率的压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金价迟迟涨不动。什么时候避险这条腿会重新站起来？一旦出现真正让市场避险升温的黑天鹅事件，比如地缘冲突骤然升级，风险偏好一夜之间掉头，黄金随时可能被重新抢回来。但那是意外，不是我们能预设的剧本。在那之前，黄金只能孤军奋战，缺了避险这条腿，就像一张桌子少了一只脚，站得总归不稳。顺着利率往下降，就绕不开美联储。现在整个市场的心思都在猜月底这场议息会议的口风会偏鹰还是偏鸽。逻辑很简单，黄金不升息，它最怕的就是更高更久的高利率。如果美联储因为油价带来的通胀继续把利率维持在高位，那真实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的实际回报，就会保持在高位。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居高不下，金价就很难有大行情。反过来，如果哪天数据转弱，美联储松口要降息，真实利率往下走，被压了很久的金价反弹的弹性会非常大。所以你看，黄金本质上是在跟美联储的利率路径博弈，短期的每一次涨跌背后几乎都是这场博弈的投影。这里我要多提醒一句，市场对美联储的定价已经从今年上半年的很快就要降息，悄悄转向了可能还得再等等，甚至不排除加息。这个转变很关键，因为它意味着支撑金价的那个最大的想象空间，降息正在被往后推。你可以把降息预期理解成压在弹簧上的一只手，手一松，金价才有向上弹的空间。现在这只手不但没松，反而因为油价和通胀又往下压了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哪怕金价已经跌了不少，看起来不贵了，它依然涨不动。不是它不想涨，是宏观环境暂时还没给它松绑。从技术面来看，黄金现在的关键位我给你划得清清楚楚，上方第一道压力在4070附近，这也是上周多次被摁下来的位置。只有放量站稳它，周五这根阳线才能真正谈得上反弹成立。再往上是4130，下方第一道支撑就是4000整数关加上周四那根低点3990附近，这是短线的生死线。一旦有效跌破，下一档看3950，在下面是3900这个更强的支撑带。再看动能指标，黄金14日的 RSI 现在读数是 40.15。简单解释一下，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数值越高越超买，越低越超卖。一般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40.15这个数处在中性偏弱的区间，既没有超卖到让人放心抄底，也没有强到能确认反转。换句话说，它告诉我们回调的动能还没完全释放干净。这恰恰对应了开头那个问题，周五的反弹底气其实并不足。白银的技术面，我们快速过一下。白银下方最要命的位置就是55这个整数关，上周盘中已经反复的测试它，一旦有效跌穿，下方54基本就是空头明牌的目标，上方要先站回58，才谈得上初步企稳。白银14日的 RSI 读数是 34.33， 比黄金更接近超卖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白银短线跌得又急又深，技术上反抽的弹性会比黄金更大，但你千万别把接近超卖直接当成可以抄底。在下跌趋势里，超卖之后还能更超卖，接飞刀的人往往先受伤。说到这里，我必须给你泼一盆冷静的冷水，认真讲讲风险。现在金银都处在中期偏空的结构里，价格压在2条长期均线之下，任何一次反弹，在趋势没有真正扭转之前，都要先假设它是反弹。
而不是反转。油价、美债收益率、美联储的口风，这三个变量任何一个突然生变，都可能让金银出现剧烈的波动。所以无论你是多头还是空头，都请务必保持谨慎，管好仓位，设好止损，保持冷静，永远不要用赌的心态去接一把还在下落的刀子。我常说一句话，市场永远都在，机会错过了还会再来，但本金亏没了就很难回头。守住本金，你才有资格谈下一次机会。风险永远排在收益的前面。好，最后是今日关注与后市展望，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层，讲的具体一点。先说短线怎么看，本周的宏观数据其实偏清淡，没有 CPI， 没有非农，也没有议息。真正值得盯的，一是周三的 EIA 原油库存，因为油价是这轮下跌的源头，库存数据会直接影响油价，进而牵动金银。二是周四的出勤失业金，三是周五的标普500全球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的7月初值，这是对经济景气度的一次体检。价格上，短线就盯4000这道关，今天早盘已经跳空跌回4000下方，如果多头能重新收复4000，并放量站上4070，那周五的反弹才算真正接续。可要是4000和3990失守，那大概率会去回踩3950，甚至3900。白银这边同样简单，守住55才有超跌反抽的机会，一旦跌穿54就在眼前。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时间点，月底的美联储议息会议正在临近，越靠近会议，市场越容易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就剧烈波动，这也是本周越往后越要提高警惕的原因。综合来看，短线我的判断是偏空，偏震荡，反弹更多是修复而非反转。再说长线怎么看，把镜头拉到几个月的维度，支撑黄金的那些结构性力量其实一个都没走，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去美元化的趋势在延续，美国的债务问题悬而未决，真实利率一旦见顶回落，金价的长期方向依然是向上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典型的组合，短线偏空，长线偏多，这两者并不矛盾，它只是提醒你，趋势的钟摆和眼下的波动是两个不同的时间尺度。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周五这波反弹到底是见底反转，还是下跌半路上的诱多？我的判断是，在金价放量站上4070之前，先按反弹而非反转来对待。理由很实在，价格还压在50日和200日均线下方， RSI 只有 40.15， 中性偏弱，油价这个下跌源头也还没见顶，只有等到4070被有效收复， RSI 重新走强，反转的故事才谈得上成立。反过来，跌破3990，就说明反弹已经结束。一句话送给你，反弹不等于反转，先看4000守不守。你觉得今晚金价会守住4000，还是会跌破3990？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最后再次郑重声明，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复盘与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市场瞬息万变，请你务必独立思考，审慎决策，所有的盈亏都要自己承担。愿你在任何行情里都能多一分谨慎，少一分冲动。好了，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再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早晨的第一手贵金属复盘都不会错过。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